心理洞察术。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看穿一个人心理的洞察术。主要内容包括如何通过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穿衣打扮、随身携带的饰品、说话方式、说话习惯、吃东西的吃相等，来看穿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人总是善于掩饰自己，但是人性最自然的流露怎么能够掩饰得了呢？生活在这个竞争无处不在而又尔虞我诈的时代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看穿一个人，然后决定是投其所好还是敬而远之，是以真心以待还是敷衍了事，是以进为退还是小心提防。一、察言观色。看穿一个人的方法，其精妙之处就在于明察秋毫。一个人的外貌特征、言谈举止、穿衣配饰、情趣喜好，甚至是饮食习惯，都会泄露他内心的秘密。对方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是他情感的趋向、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模式的展现，以此便可推断出他的真实意图和动机。面部表情折射心理信息，肢体语言泄露心灵秘密。通过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可以看穿一个人的心理，看透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表情后面都是他的生活经历、学识修养、心态人格。肢体可以透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面部和肢体犹如心灵和表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一、面部表情。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它毫不掩饰地展现你的学识、品性、情操、趣味、审美观和性格。一个敏锐的人总能捕捉别人瞬息万变的眼神，洞察对方的内心。耳朵也有内心的玄机。假如你想对情人悄悄说几句话，是对他的左耳说呢，还是右耳说呢？如果是左耳，你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美国的西姆教授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无论男女，与右耳相比较，左耳更喜欢听甜言蜜语，听到的情话最容易令人心动。因为人的左耳是由右半脑控制的，而右半脑恰恰就是负责处理情感的优势半脑。同时，左耳对声音刺激的反应更灵敏，甚至包括音乐、和弦及曲调。而如果你想对方牢牢记住你的话，则应对他的右耳说。人用右耳听到的话比左耳要记得牢，右耳听到的信息汇入左半脑，而左半脑比右半脑更具有记忆优势。这种优势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强化，因此听不同的话用不同的耳朵，效果大不一样。嘴巴不仅用来表达有声语言，也可反映人的情绪和心理活动。比如嘴巴闭拢表示心态宁静、端庄自然；嘴巴半开或全开表示疑问、奇怪、有点惊讶；嘴角上扬表示礼貌、善意、喜悦；嘴角下垂表示痛苦、悲伤、无可奈何；撅嘴一般表示生气、不满意；嘴唇紧绷多半是表示愤怒或对抗，或者决心已定。在交谈时用牙齿咬紧嘴唇，说明正用心倾听他人讲话，也可能是在认真反省自己等等。我们常常在广告牌上看到电影明星或者模特的侧面广告，几乎展示的都是左脸，这是为什么呢？再比如一张脸谱照片，左边为生气的表情，右边为微笑的表情，你看过之后会被左边生气的表情所吸引，并形成一种不易磨灭的深刻印象。据科学家们研究发现，配合眼球的活动，感情在脸的左边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如果用脸的同一边所合成的照片来看，左脸比右脸感情的流露比较明显。如果你无法抓住对方的心理时，下意识地看看他的左脸，大致可窥之一二。二、肢体语言。我们在与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即使不说话，也可以凭借对方的身体语言来探索他内心的秘密。对方同样也可以通过肢体语言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人们可以在语言上伪装自己，但身体语言却经常出卖我们。因此，解译人的身体语言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自己和了解他人。手势是加强语言感染力的一种辅助动作，下意识的举动如搔首弄姿、拉耳掰手或甩甩铅笔、摆弄拉链之类，无非是掩饰一下内心的不安。如果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则是情感和理性处于平衡的表现，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双手摊平表示坦诚、真实，同时也能鼓励对方坦诚相待。手势下劈给人一种泰山压顶、不容置疑之势。使用这种手势的人一般都高高在上，
高傲自负，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观点不容许他人轻易反驳。伴随着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办，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不行，我不同意等等。手势上扬代表着赞同、满意或者鼓励、号召的意思，多用于演讲、公众发言或打招呼。这种手势动作幅度较大，容易使人产生比较鲜明的视觉形象。有些人主观上为加强语气，还特意采用某种手势动作，用以表示特定含义。手势使用太多，成为无意义的举动，这是一个人轻浮或狂妄的表现，在社交上极不得体。腿脚的活动也能展露人心。在公司的销售工作讲评会上，当公司的领导对销售经理的管理水平提出亟待提高及工作改进建议时，参会的销售经理坐在那里，臂腿交叉，神态呆滞，显示出种种的意义和防御性的身体语言信号。十分有趣的是，当这位发言人转了话题，开始讨论经理的作用和推销员的关系时，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顿时振作起来，并将双腿的姿势变成了一种美国式的腿部交叉姿势。然而，这些经理此时对领导的观点表示认同，心情愉悦。通过肢体语言能够洞察对方的内心世界。在心急如焚的情况下，有的人喜欢咬手指、眼睛、铅笔或其他小物件，这种人往往性格过分内向，喜欢我行我素。有的人则喜欢用指尖轻捋头发、轻搔面部，或者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这种人往往性格达观，处事泰然。还有的人喜欢抚摸下巴，这种人一般是理智型，处理问题老练、谨慎。总之，肢体语言是内在情感的外部显现，它通过手势等诸多无声的肢体语言形象化、生动化，以达到先声夺人、耐人寻味的效果。它能充分弥补语言表达的不足，并可以帮助接受信息的人深刻、准确地把握沟通的意思，有效地避免因语言表达的匮乏而带来的误解。比如，在长辈直言怒斥晚辈时，辅以爱抚、安慰的眼神，会叫人心悦诚服。在妻子需要袖手旁观的丈夫做家务帮忙时，伴有一个亲昵温柔的动作，会让丈夫饶有兴趣地来参与。在向下属吩咐工作时，附上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则能令人心情舒畅等等。灵活有效地使用肢体语言，会避免因语言不详而导致的语言沟通中的麻烦和障碍。察言观色的注意事项：一、阅人首先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长时间的持续的观察。二、做到全面了解，不能因为单一的信息就轻下结论。三、观察和语言相结合，人们很难将一种身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做出100%的肯定。四、识破表情的伪装，阅人应该注意识破对方的伪装表情和肢体语言信号，努力从对方的假信息中辨别出真伪。二、服饰打扮，服装是一种物体语言，它可以传递人的心理状态、意向、性格、爱好、兴趣以及身份等多方面的信息，对于个性展示和情绪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服饰的搭配是一个人性格的外露，通过佩戴的饰品能观察出一个人的性格。服装是人的第二皮肤，人们没料到，想要掩饰的东西却被自己喜好的衣服，包括颜色、布料、情调所展露出来。比如你的某位同事，他平常穿着一身固定的样式和格调的西装，但有一天他突然改穿潇洒的休闲服和闪亮的长裤，而且脚上套着一双名牌跑鞋，而不是以前的黑皮鞋。结果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管从表面或者精神方面来说，他的内心必然受到了某种刺激，使他在想法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他的内心已经怀有某种新的决定和构想。我们平时所见的服装种类多姿多彩、形形色色，换句话说，如果问这件衣服怎么样，则表示流行的原则；而如果某人穿着讲究，或衣服的布料很值钱，那么就表示此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不错。此外，衣服的颜色和情调也因为年龄不同而有区别。一般来说，年轻人喜欢清爽明快的衣服，上了年纪的人则喜欢色调比较暗淡的衣服。一般而言，女性比较注意流行的趋势，
而且比较容易跟随这种潮流，这是女性特有的嗜好。而在当今社会，也有不少男性喜欢追随时尚潮流，对名牌趋之若鹜，但现实生活的确是如此。通过一个人的穿着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品格。一、经常穿着大方朴素衣服的人，其性格比较沉稳，为人诚实厚道。二、经常穿单一色调衣服的人，大多比较正直、刚强，理性思维比较强，感性思维比较弱。三、经常穿淡色衣服的人，个性比较开朗、活泼，善交际。四、经常穿深色衣服的人，不太爱说话，性格比较稳重，遇事冷静，深谋远虑。五、经常穿五颜六色、款式独特衣服的人，虚荣心比较强，希望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爱表现张扬。六、经常穿高档华丽衣服的人，有很强的虚荣心，并且自我表现欲、对金钱的欲望很强，典型的物质崇拜者。七、经常穿流行时装的人，他们的衣服跟着时尚走，流行什么就穿什么，毫无自己的主见，也没有自己明确的审美观。这类人情绪波动大，多具有朝秦暮楚的个性。八、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服装款式的人，不受外界干扰，独立性很强，有较强的判断力和决策力，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毅力。一旦制定了自己的目标，就会努力完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内衣能够体现女人的雅趣，同时暴露出她们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一、喜欢穿棉质内衣的女性，多数觉得自己没有长大，流露出小女孩的顽皮，是展现活力的一种方式和需求。二、喜欢穿紧身内衣的女性，多属于开放型，喜欢暴露，性格直率，内心被他人了解的一清二楚，容易被人欺骗。穿着比较讲究，按场合和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服装的人，这类人生活上比较严谨，自我要求比较高，是个完美主义者，独立性和自主性比较强，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力。在穿着上不讲究的人，缺乏机密性和逻辑性，他们富有积极性，对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热情，从事某项工作说到做到，有始有终。缺点是不喜欢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虚荣心很重。二、饰品彰显个性。人们选择饰品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个性相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手机是最常用的个人事物。一、喜欢简单方便的普通机型的人，易于交往，也容易从众，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原则性不强，意志不够坚定。二、喜欢外形金属机型的人，大多数适应能力比较强，个性独特，不容易让人了解。三、喜欢流行机型的人，生活上追求放荡不羁，轻松自在。四、对机型没有特别要求的人，工作至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敬业，对家庭也非常看重。戴眼镜不同程度地表现人独特的态度和心理。在讲话的时候，不少人都有将眼镜反复戴上、摘下、把玩的习惯，有人甚至还将一个眼镜腿放在嘴边或嘴里的习惯。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将眼镜腿放在嘴边，基本上是一种消除疑虑、慎重思考或拖延讲话时间的一种身体语言。二、摘眼镜的动作有时候也会产生特殊的效果，例如，老师在讲话时将眼镜摘下，而听学生讲话时再戴上，这不仅能给学生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而且还能使老师在讲课时把握主动权。三、墨镜能将人的眼睛掩藏起来，使人无法觉察到他眼神的变化，所以觉得难以接近。戒指是一种常见的手部饰物，透过它可以看出主人的内心世界。一、婚戒，一个人戴的如果是结婚戒指，越大越华丽，则表明这个人自我膨胀感和表现欲强烈；如果戒指是紧紧套在手指上，则表明这个人对人很忠诚，反之亦然。二、喜欢戴代表自己生辰标志的戒指的人，他们很多想让他人了解和注意自己，同时也非常想去了解他人，并且会给予他人一定的关注。三、喜欢戴钻石戒指的人，他们愿意以此引起他人的注意，常常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而且还有一点骄傲自满，常陶醉在过去的美好意境当中。四、
喜欢戴镶嵌有宝石戒指的人，他们大多非常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而忽略内在的修养。5. 喜欢戴小戒指的人，多有比较丰富的想象力和突出的创造力，常怀着非常急迫的心情向他人表明自己的想法，生活态度相对比较积极，而且有很多时候知道该如何的表现自己。手表反映一个人的时间观念。1. 喜欢戴电子表的人多与众不同，独立意识强烈，不希望受到他人的约束或控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一般人不能轻易地靠近他们和了解他们。2. 喜欢将手表当闹钟使用的人，大多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习惯于按一定的规律和规定办事。3. 戴古典金表的人，多具有发展眼光和长远打算，绝对不会为了眼前的一些即将得到的利益而放弃一些更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心思缜密，头脑灵活，比较有宽容力和忍耐力。4. 喜欢怀表的人，大多对时间有很好的控制能力，懂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松自己，寻找快乐。他们善于控制和把握自己，适应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们大多有比较强的怀旧心理，乐于收藏。5. 喜欢戴那种没有数字的表的人，这一类型的人抽象化的理念比较强烈，他们擅长于观念的表达，而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说得一清二楚。提包是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外面传达一定的信息，让外界通过提包来认识它的主人。选择的提包比较大众化的人，性格比较平和，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个性，在很多时候都是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见，目光和思想比较平庸和狭窄。选择的提包十分有特点，甚至是那种达到让人一眼就难以忘记的程度的人，其个性比较强，对任何事物都能从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各种方面出发，从而做出选择，喜欢我行我素，不被人限制，而且他们标新立异，敢冒风险，具有一定的胆识和魄力。休闲式提包的人很懂得享受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比较随和，不会过分苛刻地要求自己。选择公文包的人可能是一种工作的需求，但在其中多少也能透出一点性格的特征，如办事比较小心和谨慎。喜欢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地方特色的提包的人，自主意识比较强，是个人主义者，个性突出，往往喜欢与他人不同的衣着打扮、思维方式等等。说话方式和习惯。说话习惯隐含生活习惯，通过语言探索到对方的深层心理，其方式有两种：一是根据谈话方式洞察对方的深层心理，以了解此人的个性特征；二，根据说话习惯来推测对方的心理秘密。说话方式凸显人的性格，语言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语言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能反映一个人的各种曲折的深层心理。分析一个人的内在表现时，他的潜在欲望不但隐藏在话题里，也存在于话题的展示方式上。喜欢倾听别人谈话的人，其表现是支配者的形象。这种人谈话从不涉及自己的事或有关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的话题反而常常涉及别人的一些琐事，或者对方的隐世秘闻，甚至是对方的一举一动或每条花边新闻都捏着不放手。只要关于别人的私事，即使对方跟他并不熟悉，而他却非常热衷于去谈论他们，这些都表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很关心对方，或者极度爱慕对方，是个忠诚的倾听者。爱抱怨、发泄不满和牢骚的人，其内心多深藏着有关欲求不满的实质。因为对有关事物或者人的不满，所以内心有一种被人侵犯或者被人轻视的冲击，所以才抱怨或发牢骚。比如凡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意愿、情感方面的问题、工作方面的欲求不满等，经常对别人诉说工作环境不满的牢骚话，以及对人事方面的埋怨，或许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把责任推给单位的表现。这种人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不愉快的经历，也极力否认自己内心的自卑感，反而会设法找出适当的理由替自己辩护。这种人的内心有一股极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可自己偏偏没有这份才干，于是就自欺欺人，寻求心理的平衡。说话爱自吹自擂，这种人不管在任何场所，都爱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吹嘘自己当年如何奋斗的经历。其实
从某方面来分析，当一个人不想直接表现出怨言或欲求不满的意思，没有采取愤愤不平的表达方式，相反的却是以自吹自擂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看出其陷入某种欲求不满的环境中，可能升级途径遭遇阻碍，或者无法适应目前所处的环境，内心希望忘却现实，喜欢追忆往事来弥补现实的困境。从话题里，别人也会发现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股无可救药的欲求和不满的情节。爱插嘴、说话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支配欲和自我表现欲都特别强，甚至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而完全摆出我行我素的样子，觉得大家都应该听从自己的主张，是个自始至终都喜欢占据优势的人。说话毫无头绪，话题很离谱的人，缺乏理性思考，思想不集中，给人留下支离破碎的印象。当然，一个优秀的谈话者是很少谈及自己的东西，而是将对方引出来的话题进行分析整理，不断地从对方身上吸取许多知识和情报。有的人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谈话上，从性格上讲，这一类型的人很能理解别人的心思，而且宽容大度，有真正的君子风范。常用幽默的方式来挖苦别人的人，大多心胸比较狭窄，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有时甚至能做出一些落井下石的事情，有较强的自卑心理，生活极度消极，常常进行自我否定。善于自嘲式幽默的人，通常具有一定的勇气，敢于进行自我嘲讽，心胸要比较宽阔，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能够经常的自我反省，进行自我批评，寻找自身的错误并加以改正。2. 说话习惯反映生活习惯。说话时习惯用第一人称我或者我们开头，不仅可以反映出说话者的意识，而且也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性格情况。比如大人物们谈话，在每句话里不断的用我这个字。现代社会里，年轻人比较喜欢把自己称呼我。如果听见一个人老是用这个语气，我说或者我教导过你们，开口闭口都在强调自己，这种人的自信心一定很强，自我表现欲望也比较重。凡是爱用第一人称我的人，表示这个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极强。而喜欢使用复数代名词我们的人，大部分人没有个性，喜欢随声附和。如果一个人在谈话时开口闭口喜欢说我们这类的开场白，其心理状态跟上述情况相符。当与对方说的话表示不认同或者持否定的观点时，便会使用但是这个转折语。当认为对方所说的是错误的，想要反驳或推翻他们的言论时，也常使用但是这个词语。然而有一种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喜欢使用但是来做开场白，一般在但是后面所接的句子应该是否定的，但仔细听他们接下来所发表的意见，其叙述的内容和前面他人所表述的大同小异，这种时候根本没有使用但是的必要。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其用意只是为了不想一直扮演听者的角色，而希望将谈话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这种习惯说但是的人，心中常存有否定自己的攻击心理，还常对他人的感觉无动于衷。常把所以说挂在嘴上的人，是经常会把之前自己所说过的话加以强调，并爱下结论的类型。这种人认为自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所有的事情，颇有先见之明。当别人说出事情的结果时，常常会说，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之前不就说过了吗？我早知道结果会是如此，而不会说是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硬傲慢，特别强调自己对事情的发展早已经了如指掌，并且喜欢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自己身上。对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也有同感。类似这些用来赞同对方、认同对方的话，会让对方听起来格外舒服、顺耳，非常高兴地以为原来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这种人不是属于自我意识强烈的类型，个性表现上也不强硬，更不会勉强别人照自己的步调走。他们通常比较能体会别人的心情，不会硬要别人都必须顺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习惯满口脏话的人，多属于某些方面欲求不满类型的人物。这种人的心理上时常焦躁不安，却又无法排除，只要碰到偶发的小事件，就会借题大肆发挥。当然，并不仅仅针对他不满的对象发动进攻，有时候即使说话的人不是有意的，但对听话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被冒犯的感觉，进而演化成以更恶毒、不堪入耳的话来反辱对方，最后出现了愚蠢可笑的骂街场面。
习惯辩论的人稳健大方，思路清晰，反应也快，看问题能抓住本质，而且态度从容，不紧不慢，为人做事有理有据，可托以重任。另外一种人在辩论中说的别人哑口无言，或者说的别人拂袖而去，不愿意再跟他辩论。这种人目光尖锐，头脑敏锐，能迅速抓住他人的讲话的漏洞而伺机反驳。一张巧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尽管对方知他无理，却在一时之间难以找出确切的话来反驳倒他。他们是业务、外交、法律界的好手。有的人与人交谈时，如果大家见解一致，就滔滔不绝，彼此和谐融洽；当意见相反，争了几句就离开，或者模棱两可，谈得不冷不热，渐渐的因尴尬而止。这是不善于与人交谈的人。这种人说话被动，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但说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侃侃而谈，语若滚珠，甚至会激动起来。这种人对生活有激情，苦苦钻研自己的兴趣所在，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不喜欢热闹，而爱清静自处，生活欲望也比较清淡，适合搞研究工作。4. 吃相和醉态。吃和喝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种行为，餐桌和酒桌可以说是人际场的一个缩影。从餐桌上不同的吃相和酒桌上不同的醉态，能够洞察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情感的流露和变化。吃相的性格表现，不同的人吃东西时所表现出来的神态和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其个性特点和心理状态。吃东西狼吞虎咽的人，情绪往往处于高度集中状态，精神压力比较大。这种人只要手里有没有干完的事情，就会心绪不宁，属于心中不能藏事情的人。为人处事雷厉风行，思维敏捷，常常给人精明能干的印象是其优点，缺点是性格暴躁，容易引发纠纷，难以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喜欢狼吞虎咽的男人多是工作狂，只要一工作就有使不完的精力和劲头，总想着速战速决。吃东西细嚼慢咽的人，大多数心思细腻，能够细细品味生活。这种人在吃东西时，把食物会看成艺术品一样欣赏，在不慌不忙中细细品尝。这样的人注重享受吃的过程，而不是在于结果是快是慢。这种吃饭的习惯，使得这种人在生活态度上也是极其认真和细致的。在待人方面也很善解人意，个性温和，能够见微知著，用敏感的心和敏锐的直觉去洞察和判断对方的内心，能够做到很贴心。吃东西不快不慢的人，为人稳重自律，圆熟练达，遇事沉着冷静，且应对自如。这种人遵循标准，原则性强，凡事有主见，判断力极强，在生活和做事上也是很有规律。吃东西大快朵颐，吃相贪婪的人有点自负倾向，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自视清高，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感受。吃东西如牛反刍的人，性格缓慢而沉稳，一副天塌下来仍然面不改色的样子。这种人不拘小节，对他人的过错也不会在意，凡事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边吃东西边说话的人，做事雷厉风行；只吃东西不说话的人，个性比较孤僻和害羞。将食物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吃的人，这样的人多数比较传统和保守，他们为人处事都比较小心谨慎，不会轻易的得罪人，在很多时候都充当着好好先生，保持中立。这一类型的人由于缺乏冒险精神，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不是很大。他们在很多时候比较机警，比较圆滑，有自己的主张，不会轻易的接受他人的意见，但又不会表现得太过于明显。吃东西时很讲究程序化，总是一项一项的全部做到位以后才坐下来慢慢的吃。这一类型的人思想多是相当缜密的，他们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件事情，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凡是能够出现的问题都想清楚，并做出了适当的应对方法之后才会着手去做。由于挑食所致，他们的身体不可能太过强壮，但头脑和智慧却是足够用的。他们习惯于凡事先做好准备，但是害怕有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感到措手不及，不知该如何是好。饭量很小，吃一点就放下碗筷不吃了的人，多是传统和保守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小心和谨慎，总是不断的努力处好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他们避免风险，凡事喜欢墨守成规，按照旧的方法去完成。这一类人做事比较稳妥有余，但冲劲不足，
所以说他们不适合创业，只适合守业。2. 酒后吐真言的秘密。人们常说以酒盖脸，无话不谈，可见一个人当喝醉了酒的状态下，往往是体现真性情的好时机。事实上，醉酒的速度大体可分为5个等级，即微醉、初醉、深醉、大醉和沉醉。对于微醉的人，由于其理智依然十分清晰，所以其言谈并未受到酒精的影响，思路也清楚。所不同者，有酒助兴，神经略显亢奋而已。此时谈话者一般表现得神采奕奕，十分健谈，而且思路清晰，逻辑性缜密。对于一些平时少言寡语、城府较深的人来说，这时可能大异于平常，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听话交谈的大好时机。但是也要记住，此时说话的人醉酒极轻，思维活跃，完全能够控制住自己，所以不应该把他们所说的全部都认为是真言。要知道，说不定由于他们此时的思想活跃，反而在语言中运用了更多的技巧和隐语，因此必要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仍然不可少。如果要讲开诚布公，那么对于那些平时讲话较少、城府较深的人，这倒是一个与其促膝长谈，进一步窥视其对方内心秘密的大好时机。初醉者在醉酒程度上已经较微醉更进一层，此时说话人在思路上、交谈的欲望上已经出现了不受主观意念支配的现象，可以说这才开始进入已经以酒遮脸的状态。一般情况下，这也是酒后吐真言的前期阶段。正因如此，初醉者此时谈话的特点是滔滔不绝，不让别人插话，或者是神情亢奋、表情认真，或者斩钉截铁、一言九鼎，或者态度神秘、令人莫测，或者思路灵活、大意往常，甚至语惊四座，极度坦诚。总之，此时喝酒之人，由于酒精作用已进入亢奋时期，在较大程度上已经不受日常习惯的思维限制。虽然语言是清晰的，逻辑是合理的，情绪是兴奋的，态度是诚恳的，但是却异于平时，在不受脸面、环境、关系、礼俗等约束，他已经到了平时所想不到、说平时所不能说、破除情面关系、扫除世俗障碍、据实陈述的状态。所以这是听其真言的大好时机，切不可轻易放过。到了大醉，就已经开始失去理智，此时人的思维逐渐紊乱，意识逐渐模糊，判断力逐渐失去，所以说不出有什么逻辑、有思想的谈话内容。从这种意识极其模糊的谈话中，已经很难获得说真话的真实含义以及真实思想，故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真言假言了。人进入沉醉状态时，正常意识已经基本消失，大多沉沉入睡，即使未能入睡，也常伴有失态之举，即使尚能发声，也是语无伦次，彼此全不连贯的一语之声，既谈不上什么语言，更谈不上传达什么思想和信息了。综上所述，初醉、微醉乃是谈话和听话的黄金时间，所谓酒后吐真言，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听者应当集中精力，努力获取信息。如果说话已进入大醉阶段，则听者最好放松注意力，千万不要轻易的把酒后吐真言的方法滥推到这个阶段。如果人已经进入大醉沉醉，则此时说的话多不可相信，听与不听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加评论，谢谢。